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今天呢，我们分享一个小便斗的安装。这几天陆续在工地已经干了好几天了。小便斗呢，平时也拍的少，今天把这一款给大家做个分享，看一下它的配件。这就是2个挂片，这个挂片很高级。在便斗上的安装位置呢，就在这里，它是有弹性的，可以卡得更紧。这个是排水的安丝弯管和我们的下水管连接。另一个盒子里面装的就是接水的这些附件，还有弯头。这个是一个电池阀，我们用的是这个固定件，安装在排水管的位置。电池阀呢隐藏在便斗下面。这是一个感应器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它给装上去。安装的时候，接水管弯头呢向下，这样装出来是正的。找一根合适的水管和这个弯头呢连接起来，再把这个安丝弯的排水管做一个预阻。这个管呢是比较长的，根据我们现场安装要的长度再进行切割。在它俩连接的地方呢，里面是有一个密封圈的，这个拧紧了就可以。现在我们把它套到这个排污孔上。这个弯顶着地面了，找个东西垫起来一点，把这个管呢尽量放直了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测量它这个距离了。在挂片的中心呢，我们可以画一个线，然后按照这个线对着排污管的中心画出它的高度，高度45公分。现在我们再量一下这个排污管要切多长，找一个靠板靠着两边，然后画一条线，这样就是跟墙齐平的尺寸。如果我们按这条线来切，基本上是废了。所以我们要再加长一点，把这个管呢尽量插到主管里面去。这个深度呢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而定，这个呢是加长2公分，插到墙体里面2公分应该是足够了。高度刚才量的是45，再量一下2个挂片与挂片之间的距离，画出一个中心线，总宽度是22公分。现在我们在墙体上标记的时候，就是从排污管正中心往上量45公分，然后以墙的瓷砖为缝隙平行测量，找出2挂片的中心点，再向中心点往两边各分11公分，这就是挂片的中心点。中心点的实质标记线做一个延长，这样我们在画孔的时候看得更加直观清楚。现在把打孔的位置画出来。安装排水管固定器的时候呢，我们中间插了一节管，这样的好处呢是管与管之间可以对齐，这样我们打螺丝的位置就更加精准了。这也是我们在干活的时候找出一些更加精准的方法，提高我们的效率。然后再用水平尺靠一下，把它给凿平了。在工地上这样干，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多余啊？这管插的可真紧。太难了，太难了！现在在工地干都是全瓷砖，个打孔都要用玻璃砖头。这个挂片上标记了3个螺丝孔，算了，我还是打2个吧，2个已经足够了。上螺丝之前，我还是把这个管改装一下吧，这样万一插进去的话不好拔，太费劲了。所以在这个管的中间呢开一刀，这样再插进去的话就松很多了。但是对着我们的排水孔，这样孔位它是不会有偏差的。上好螺丝，我们再把这个管呢拉出来。排水管刚才我们已经把线画好了，现在我们沿着这条线把它切割就可以。角磨机里面好像缠东西了，这个声音不太正常，太可怕了。把这个塑料纸呢撕掉。现在我们可以切割了，就是按我们刚才入墙2公分的这条线切割。刚才测量好距离，入墙以后呢，这个管中心呢是17.5，这个尺寸要记好，插的时候不要太深，也不要太浅。这个管插的时候呢比较紧，所以这个管口呢可以做一些打磨，这样进的时候呢比较好进。对接的时候呢还用了 PVC 胶，这样一步到位。所以我们插进去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这个距离感把握好，这个距离把握不好的话，胶抹上了以后再想拔那很难了。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一定要一次性到位。
挂便斗的这2个挂片，螺丝先拧好，真的是打了2颗螺丝，我感觉挂这个小便斗已经足够了。小便斗在挂的时候呢，也可以画一条中线出来，这样更加精准。像我这个就是直接怼上去了。本来是想利用这个角阀的，既然没有装饰盖，这是哪位大哥还是做了一个热熔管，拆下来给它加一个装饰盖，这样就美观一些。工地也是要求的，如果验收不了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装饰盖。给电磁阀的电池盒里面装上4节电池。通常我们维修小便斗的话，一定要先检查这个电池或者更换电池去试一下。很明确，这里标了一个进水口，那另一端就是出水口了。先把这个弯头呢给它接上。刚才我们装的那个感应器，然后连接出来的水管就是和这个出水口先接上。隐藏在便斗的下边，其实也不太好操作，这个空间有点小。另一端呢，我们连接角阀就是用这个波纹管，先给它折一个弯。波纹管呢是我们左贴统一做的，直接用波纹管连接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又省了一个弯头。东在这里搞这个小便斗太憋屈了。最后我们把所有的信号线和这个电池都连接好，这样我们就能试水了。本来是有一个冲水的效果给大家看，但是摄影师说他拍丢了，这怎么办？是不是得扣他工资呀？